All aboard！ 传来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，我望向他们，他们仿佛变了一个人，或者说不太像人。他们身体紧绷驼起了背，挂着红灯笼，好像在办喜事。一个身穿红色嫁衣的女孩走了出来。那是一个发生在8年抗战初期的故事。那个时候的老张还是一个17、18岁的小伙子，家有一老母，有田有粮有牲畜，自己呢也很有本事，是个小有名气的猎手。本来呢已经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，但是因为日本鬼子的到来，一切都变了。最初的时候，村民们发现在不远处的一片高地驻扎着一群日本兵，他们手持武器在村子附近转悠和侦查，鬼鬼祟祟的，以为村民们不会发现。可是呢，大家对于他们的存在早已心知肚明，碍于他们的武力不想点破罢了。虽然说他们的存在让村民成天提心吊胆的生活，但这也构不成任何理由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园。由于我的老家真的非常的偏僻，可能呢也不是什么战略要地，起初呢还是非常太平的。可这时间一长这狐狸的尾巴就露了出来。那些驻扎的日本兵干脆不藏也不躲了，大白天的都会拿着武器出来转悠。后来更是会直接走进村子里，很多村民是敢怒不敢言，于是干脆就拿出些酒菜，明面招待，实则打发。可是呢，小鬼子的劣根性就是这样子，他看村民们好欺负就愈发的嚣张跋扈了起来。随着日本兵在山中生活物资的消耗，他们会成群结队的进村抢牲畜和抢粮食，如若不从就是非死即伤，不论男女老幼。有一次老张进山打猎回来，竟然发现家里的粮食和牲畜都被一抢而空了，连从小养到大的一只小狗都不见了。家中的老母更是重伤的倒在了地上。问询之下才发现是日本人来过了，抢走粮食和牲畜也就罢了，连狗都不放过。老张的老母亲想跟日本人求个情，放过小狗，却被一个枪托狠狠地砸在了脑袋上，流血不止。老张听闻怒不可遏，想拿着猎枪去拼命，但被他的老母亲拼死拦住了。老人家虽然也不甘心但是也不想因此失去自己唯一的儿子。老人带着伤苦苦哀求，老张自然也没了办法。然而老人家毕竟已经年事已高了，这么重的伤根本承受不住，果然不出几天就走了。老张就此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。眼看马上就要入冬了，没有粮食，没有牲畜，老张不得已只能和同村的一个伙伴搭手进山打猎。走着走着，他们竟然遇到了一对2人的日本兵，他们正点着篝火吃肉喝酒呢。这个日本兵见到手持猎枪的中国人也是突然紧张了起来。其中的一个士兵拿起长枪就走了过来，另一个则坐在原地不动。同行打猎的伙伴见状立刻举起了自己的双手，老张也是一下子愣住了，举起双手表示自己没有任何的威胁。那个日本兵走近一看，发现只是猎户而已，他的态度立马从紧张转为戏谑，开始围着老张他们四处打量，一会儿大声吼叫，一会儿嬉笑。虽然说的是日本语，老张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一股戏谑和侮辱的气息还是扑面而来。而且这2个日本兵明显喝了很多酒，并不是一个理智和清醒的状态。说罢，其中的一个日本兵一把冲上来，想要抢走老张的猎枪。他自是不肯，本能的紧紧握住枪杆。老张心想家里的粮食、牲畜、宠物都被悉数抢走了，连唯一的亲人都被迫害，现在连这最后的生机都要夺走吗？想到这里无边无际的怒火烧了起来，一股杀意涌上心头。老张顺着日本兵抢夺的方向，顺势把枪口对准了日本兵的脸，右手握住扳机，用力的一扣，砰的一声，土制猎枪的子弹近距离的轰在了这个日本兵的脸上。刚才还手舞足蹈、嚣张跋扈的日本兵突然面目全非，应声倒地。他的血肉溅了老张和他同伴一身。剩下的3个人顿时都傻了眼。老张、他的同村，还有那个坐在篝火旁的日本兵全部保持着开枪前的动作，一动不动。他们都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包括老张本身。突然，剩下的那名日本兵开始大吼大叫。生存危机让他最快反应过来，他开始手忙脚乱地寻找他的枪械。老张呢也顿时反应了过来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酿下大祸，此时如果不行动，今天一定是他的死期。博弈的瞬间老张丢掉了只能打出1发的土制猎枪，拔出了腰间的猎刀，猛地扑向了日本兵。那个日本兵刚拿起武器，还没来得及拉开枪栓，一把粗糙的猎刀就刺进了他的肚子。巨大的疼痛袭来，这个日本兵仰天哀嚎，企图叫来更多的伙伴。那一刻，老张意识到大事不好，如果引来更多的日本兵，
落在他们手里，那可真的是生不如死。老张啊，想要拔出猎刀，可却被这个日本兵啊死死的抓住。情急之下，老张抓起了一旁日本兵吃剩下的棒骨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这根棒骨啊不停的砸在了这个日本兵的头上。一想到自己啊已经家破人亡，也没有了退路，老张啊卯足了劲，结果了这个砸碎的性命。回过神来啊，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。日本兵啊早就没有了气息，同行的伙伴也早就消失不见了。望着手里啊几乎被锤裂的棒骨，老张意识到自己已经回不去了。他们家啊被日本人抢劫，家人被伤害的时候，村子里的人啊也是这样不管不顾。现在回去，日本人找上门，还是一样会被供出去的。要是落到他们的手里，还不如刚才就被这两个日本小兵结果来得痛快。于是呢，老张躲了起来，在村子的附近啊暗中观察。和他想的一样，日本人很快就发现他们的人没了。第二天啊，村子里来了很多的日本兵，但是村子啊并没有遭到大规模的报复，反而大量的士兵啊跑到了他躲藏的深山方向。老张当即决定啊，就此引入深山，躲避风头，再也不回去了。山路呢险恶又复杂，本来以为这些日本人啊找一阵找不到也就算了，没想到这些日本人啊越追越紧，老张都甚至跑到了自己从未涉足过的地方。连日的奔波加上饥饿，让老张啊几乎崩溃了。巧合的是啊，一只白色的兔子突然出现在他眼前不远处，接近极限的饥饿让老张意识到眼前的兔子是自己活下去最后的机会，于是啊便拼了命的扑了过去。然而兔子的脚力又岂是人力可比的？老张数次觉得就要抓到兔子的时候，却扑了个空。正感绝望之时啊，他惊讶的发现自己的附近全是野生的果树，什么橘子啊、枣子啊、柿子啊，到处都是。眼前的这些资源啊，可谓是雪中送炭。老张开始玩了命的吃这些野果子，他觉得这些果子异常的香甜，而这些野果子里的糖分啊，也把老张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。吃饱喝足啊，老张突然才意识到自己跑到了一处从未抵达过的山谷。这个山谷啊，四面靠山，密林环绕，可以说啊，是一片纯天然的秘境。从这个峡谷的外面，完全望不到这个峡谷里面的样子。老张意识到这里可太适合自己目前的处境了，隐蔽，适合躲避追捕，又有充足的资源啊，让自己不会饿死。正暗自庆幸之余呢，老张望见那只兔子竟在不远处望着他，那正是他之前拼命追捕的白色的兔子。老张觉得不可思议，难道自己是被这只兔子引到这片秘境的吗？又或者说兔子救了自己一命？正在思考之际，四面八方跑出来好多大小不一、颜色不同的兔子，它们自顾自地跑动着，好像在嬉戏，又像在打闹，好生热闹。想到这里啊，老张不仅产生了一股劫后余生的快感。自那之后啊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老张呢就一直躲在那片无人所知的峡谷，靠着野果子度日，和这些兔子啊一起生活。当然，他再也没有去抓捕这些兔子的想法。虽然那里触手可及啊，但是他相信自己现在的这条命是那只白色兔子给的。直到一天夜里啊，老张正在一个背风处休息，突然间他觉得浑身各处啊传来剧痛，于是他猛地从梦中惊醒。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，身边竟然都是成双成对的红点在晃动。在峡谷生活的这段时间，让他迅速的意识到这些啊都是兔子的眼睛。他迅速起身，跑到能让月光照到的地方，才发现自己浑身都是血，而且还遍布着齿痕，是这些兔子特有的齿痕。老张不敢相信啊，这些兔子竟然把他啃成这样，难道把他引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报复他？一想到这里呢，老张抄起地上没用完的柴火，四处挥舞，一股熟悉的绝望感再次涌上心头。然而眼前无数双红色的眼睛啊，正在慢慢的逼近。老张呢，在山中已躲藏数日，早已是惊弓之鸟。他撒腿啊，就往一处没有兔子的方向跑去。这一口气啊，不知道跑了多久，仿佛啊不知道疲惫，直到身后传来惊天的爆炸声。藏在树上的鸟啊，成群结队的飞了起来，扑腾的翅膀散播着大难临头的讯息。随后啊，又是一声巨响，老张终于意识到是炮弹，日本人居然在用迫击炮炸山，自己干掉了2个日本人，又被村里人出卖。日本人迟迟找不到罪魁祸首啊，就开始无差别的攻击。然而更糟糕的是啊，炮弹的威力啊，很快就转变成了山火，并且以非常不讲道理的速度蔓延了开来。老张啊，拼了命的跑，但转眼之间呢，就被火势啊给包围了。没有办法，活命的本能让他搬起一根木头，就往远处湍急的河流跳了下去。很幸运，他没有被火烧死，也没有就此淹死。他飘到了很远的下游，被一个好心的渔民啊给救了上来。在之后的故事啊，就不必赘述了。很多年后，直到战争结束啊，他才带着他自己的家人回到了故土。
爷爷说啊，在他刚懂事的时候，就听过太爷爷说了无数次这个故事。他说啊，他自己这条命是兔子救的。如果当时啊那些兔子不把自己摇醒，估计自己啊早就被烧成了一块炭吧。小时候呢，太爷爷曾经想带着爷爷再去寻找一片这个峡谷，可惜啊再也没有找到过。回家的路上呢，太爷爷卷起一根烟，抽了一口，对爷爷说道：“我们家欠兔子人情，看来是没有这个机会还了吧。”好了，故事到这里呢就告一个段落了。火山鬼话呢，现在要搜集点素材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不知道大家今天啊对这篇故事的感想是如何的？我听完之后呢，觉得还是蛮有趣的。虽然里面有我不少润色的成分，但故事的本体就是大致的框架，和我朋友跟我分享的版本呢是几乎没有任何差别的。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离奇的。然后老样子啊，如果兄弟姐妹们你们自己身边或者朋友有任何好的精彩的故事，欢迎投稿给我们啊！你们的故事呢，很有可能成为下一篇火山鬼话的内容，然后分享给更多对这些山野怪谈或者一些民俗文化感兴趣的朋友们。然后这个文化非常的小众，我个人觉得也非常有趣，所以呢，我非常希望火山鬼话这档节目可以一直做下去。所以请大家一定记得多投稿。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你喜欢今天内容，请一定记得一键3连，因为这对火山人非常重要。好了，那就是这样了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